欢迎来到屋的心头号，我是李雪琴。今天邀请了我们几位姐姐妹妹一起来玩一玩、聊聊天儿，让我们欢迎3位。这个面前呀，节目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年代感的这个小物件。媛儿姐现在玩的是这个翻花绳，是不是？涛姐那个刚才要参与来着？来，啊，娜娜你会玩这个吗？这个我没有。你小时候没有这个了，对吗？没有。哎呀，或者可能只是我没有玩这个东西，但我身边的人好像也没有人玩，对，没有人玩这个。这咋翻呢？这个是把2个手放在里面，是这样的吧？对，这样的可以这样出来哦，开出来呀。还有这个小青蛙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2个都是捏，就现在我们喜欢玩的，就是那种解压的。对，这个是小时候玩的小青蛙。来一颗。奶糖。这也是，哎呦，这行，这个会眼睛会支出来。娜娜，你是从哪一个东西开始出现在你的童年里的？哦，童年这都没有我童年，但是这个出现在你的人生里的。如果是在人生里的话，只有这个和这些捏都是我自己会买的。那这些都比较近年的，你小时候这些全没有了是吧？这是啥呀？这跳皮筋。我们小时候的皮筋是那种橡胶皮筋，现在这是变成这种了。对，这个高级了。那个我们小时候是那种没有这种彩色的，就是那种牛皮筋，是那个黄色的。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，就是有的时候实在没有，就拿那个一个就发圈那样皮筋，一个一个套起来，套成长。那得套老长时间。对，要套很长时间。你们小时候就跳那种，你们是跳那种花的，就是那种，还是那种往里蹦的那种？都有。我们是可以是3个人支着，完了这样跳，也可以2个人跳，都可以，也可以挂树上你1个人跳。对。还有歌呢，就什么我爱北京天安门。对，是。对，北京的金山上之类的。对。这不还有小人书啊？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精神食粮，千里走单骑。哎，你知道那个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小人书，我可富裕了，我有一个这么大的箱子，里面大有200本，这么多啊！我的同学要讨好我才能到我家里看小人书，因为很多人家里其实因为也不是会买这个小人书，在街上有摆摊的，就摆摊小人书的，你们没有见过？就是2分钱你可以看，就在那儿看一下午，就那里面很多小人书。那什么同学会约着一块儿去看吗？啊，会啊，会，就2分钱可以我们俩一起看。那你也干这买卖没啊？当时商品经济的意识还没有行，要不然也能挣点桃花币。奶糖。这咋翻呢？这样的可以这样出来。哦，开出来呀。还有这个小青蛙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2个都是捏，就现在我们喜欢玩的，就是那种解压的。对。行，那个今天这些东西呢也不白拿不白玩啊，咱们接下来马上进行一个小游戏，就是很经典的你比划我猜小游戏啊。题目呢也都是跟可能比较有年代感的东西有关系。我们规则是派1个人出来比划，剩下3个人进行猜测，咱们可以推选1位。好的，出来比划。推选吧，怎么说咱们？那就我吧，娜娜吧。好嘞，好，去。我怕你都不认识，我有可能真不认识。万能冲，那我就你了，很精彩。你要是说不知道它是啥呢，你就大概猜一下它是干什么的。哦，这个，开始了是吧？3个字，打字机。电话机。手机大哥大，小的 BB 机。对。哦，6个字，这么难困难啊？这开始了吗？这也是一部？这不是我看的。没关系。那你知道对吧？曾经很有名。白。然后这个是旧的话，那这个是什么？那个，《新白娘子传》啊，对，那个，
好，3个字。拍照，照相机， 1寸照片，证件照，证件照，大头贴，啊，大头贴，几个字？耳机，耳机，耳机不是 MP3，MP3 是3个字啊，对，是3个字，3个字。收音机，那个叫什么扭蛋机，扭蛋机有点太近代了，4个字。射箭4个字，后羿射箭。神雕侠侣，我觉得主要是你们会猜。不是，因为他娜娜是这样，娜娜比划神雕侠侣是先比划射雕英雄传，然后你再猜通过4个字发现是神雕侠侣，4个字，4大，4大天王，4大天王，几个字，2个字，姐，我必须让涛姐把这猜出来，这个什么情况啊？哇，惊喜是一个礼物，他在猜什么东西？盲盒，是吗？我是怎么猜对的？我是怎么猜对的？4个字，风。让涛姐猜，我相信涛姐能猜出来这题。为什么你觉得我能猜？仿佛你已经知道了，仿佛你已经知道了。每一次他们全都猜对了。窗帘，几个字？4个字哦。这好难猜呀，这好难猜呀。天，流星雨，4个字。流星花园，流星花园，流星花园。那表演的像几个字？哦，这是自拍，3个字，3个字。拍立得，是某个时期的比较有特征的。杀马特，类似非主流，对。 7个字。上天高星星月亮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成功还行啊，虽然大家不是一个时代的童年，但是经典永流传了啊，有一些。还有一个小环节啊，现在了解一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，可以每个人选择一个小问题。我这个问题比较适合大家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深刻的理解，叫你之前是怎么认识新朋友的？是我有一些特别的，在路上被人家问，哎，有 QQ 吗？可以加你 QQ 吗？那你会跟人加吗？我看那个人的面相，就是女生，美不美？对，我看那个女生，如果她就是穿着打扮啊，我觉得我就是挺喜欢的，然后就加了，我就好好给她。然后后续的会跟她能够成为比较亲密的朋友，有这样？会一起玩。就是加了之后，我们会在那个 QQ 上，就是看大家喜欢的东西，就是是不是一样的。就是这个是很早之前嘛，还是 QQ 的年代，对，是很早之前，还挺有趣的。涛姐，你是怎么认识新朋友的？因为你认识新朋友需要有一些社交场景，对吧？你坐在家里认识不了新朋友。我的新朋友基本上是工作场景。比如说我有一个工作，那来了好多，比如说各个不同的工种啊，或者说是业态的朋友认识。另外就是通过朋友的认识，比如朋友聚会，我们朋友聚会把李雪琴带来了啊，那我们这样认识。就是工作场景和生活场景分两类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很容易在工作场景中认识新朋友。对，因为我们确实职业特殊性，就是老是要跟不同的人一起工作。娜娜，你们有什么那种自己的交朋友的那种？我感觉跟涛姐说的差不多。我觉得有很多时候第一直觉，你觉得这个人，比如在一个可能大家的聚餐上面，
你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人好像你感觉那个频率特别对，或者你根本还没跟他说话，就觉得，哎，我挺想跟这个人，交朋友的，就还是会有那个直觉，然后就会稍微主动一点。那你们会在网上认识人吗？比如说你喜欢哪个博主，你会去这样在网上跟他联络，真的成为？我有私信，就是我特别喜欢美女，然后我就会给她留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会私信给她，让她没回我，然后我就哎呦，那他可能看你的穿着打扮跟他穿着打扮啊，我觉得哎，我就是挺喜欢的。超姐是就是都是线下交友，对对，我不会那你会线上。留电话号码什么的？对呀、就留最早是留那个 BB BB 机机名片，还有名片啊。我那天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是我1990几年的名片。我觉得有名片的感觉好酷啊！他翻出来就是一张我第一张名片，1990几年在北京电视台工作，他给我发来，我还挺感动的。我说哎呀，这留了这么多年。以前那比如说你留了 BP 机号，大家怎么联系呢？比如说126啊，我呼39527啊，请回电话1234567，然后你呢滴滴滴响，然后就会有一个，比如说一个周女士，请你回这个，其实你并不知道是谁，然后你就会很积极的就给我回电话，然后我要在那儿等着，我要走了呢，我也接不到你这电话。就是我们那里好像有个小卖部，对如果你接到那个对 BB 机，它可能就是2句话，就是速回电啊这种，就可能不能打很多的字啊。它 BB 机是分2种，太暴露年龄了。一种呢叫数字这个 BB 机，那个数字 BB 机呢，它有2种功能，一个呢就是显示电话号码，另外呢你还有一个密码本，比如说这个123代表请回家，所以呢你要时刻把一看哦。这个是789，我要把我的密码本拿出来，翻出来，它代表了什么意思？可能就是对吧？别迟到，大家有一个共通的数字语言的感觉。后来呢，就是有了这种叫汉显的 BB 机，就是可以有汉字了。有个请给李雪琴回电话，对对对，但是都要通过人来传呼，相当于你啥都得告诉这个人，这个人他啥都知道。你的信息告诉他，完了他再给你发出去。它是一个中转站，它能囊括所有的信息？不能，肯定不能，就是几个字啊，就是最简单的，比如说速回电、速回家、快上班，就一点点。或者说，比如说我们俩，你是我朋友，比如说咱俩约定一个666，代表我们去吃饭，777代表我们去游乐场，还挺好玩，这有意思啊，这个。这样也可以。那以前你们比如说这个。就是聚会呀什么的，那就得一个一个打电话，一个一个打电话，一个一个约。比如说就不能有那种闲聊了，对不对？就有事儿才能联系啊。我倒觉得社交的热度啊，其实比现在还要更热络一点。那时候好像生活节奏没那么快，大家没有那么忙，就是没有说我要很多事情。可能有的人一个人在一个工作岗位会干一辈子。他也没有想过要跳槽，而且居住也是这样，不是说我今天住这个房子，明天换，后天换，可能你会在一个，比如说你这个钢厂的家属院，201，可能你爸爸就在那儿住，你也在那儿住一辈子。行，那我们这个问题回答完了。我跟你那个话题是一脉相承。是第一次和新朋友见面，有没有什么万能的社交话题？我会说啊，你今天的 look 好美哦。那你怎么没有问我？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觉得你的头发好可爱，然后我就过来跟你说话了。那我感觉是夸奖人是一个会拉近彼此距离。对。哦，我说问问你是什么星座呀？我有一阵特别爱问你是什么星座，他说我是什么座，我说哦，因为结果一点也不懂星座，我问完了我就接不上了，说哦好，他说然后我说没有然后，我就问问，对，然后还有我看也有那种，比如说我聊一聊。我们这个行业比较容易聊一聊共同好友啊，说你这个共同认识的人，对，你说你最近在跟谁一起工作啊？我认识他，或者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来说呢，因为我们是属于漫长的这个是一个乡土社会，我啊，对于我来说，万能是你是哪里人呢？
啊，我去过你的家乡，是啊，对，然后我去过你家乡哪个城市，我去吃过什么什么，这是我跟新朋友的这个万能的社交话题。我感觉是就会问人说，哎，那你是哪里的？也就这，其实挺难的，因为我觉得第一次，然后两个人寒暄也不知道寒暄什么，其实都不容易。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困扰，跟我们学也更像能学到啥，大家都不太擅长这个。你发朋友圈的频率高吗？一般都会发什么内容？那我先说，我一般基本上1个礼拜大概会更新最少3条吧。朋友圈，那你都发什么内容啊？我就会记录一些美好的东西，当然我不会发一些不开心的东西，我就会发一些美的东西，或者今天发生的啊，或者吃的好吃的东西，那你的分享欲还挺足的，是吗？对，我很喜欢发。那你好像不怎么太……我好像是近半年1年不太发朋友圈，我就是发的都工作，就发哎呀发新歌了，赶紧都是自己宣传位，自己是一个。我不知道，就突然好像可能觉得我本来是个很爱分享的人，但是呢，因为就是工作反而饱和一点的时候，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太多了，然后你的朋友圈里面物料了。就后边，因为我没有生产这些物料给到我的朋友圈，那我不想要全平台都同步，对吧？对，那可能朋友圈最多就发我的狗，对。那你会发一些工作花絮吗？我就特别喜欢发那个工作花絮，我就不怎么发，一般发在公共社交媒体就上。我会发那个，比如今天我工作，有一些好看的，我就先发了但有一些客户说还不可以发，给人提前漏了。那你那朋友圈你要把桃花窝都露出去了呢？但我说朋友圈不会的，就是没有人会把这个发出来。会的，朋友圈会的，姐，朋友圈会的，没有记者，朋友圈他不是记者朋友圈会漏吗？你刚刚有点像那种童话里走出来的。他会发给他的朋友，然后在他的朋友就传播了。因为我后来就朋友的人多了，对。就我感觉不会发那么私密的东西，因为有时候比如加了代购，我就忘屏蔽呀，或者说我加了那个什么跑腿啊，我的朋友圈里特别多，有时候还是屏蔽的了，但是就万一忘了呢？对，有一些。涛姐，你平时发朋友圈吗？我就是最早用微信的时候还发，就这些年就很少发。因为我也很少看，因为你的朋友圈越来越大，那个朋友圈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我觉得我都不是每一个都能刷得到，所以我也就不发了。好多朋友还问我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？我说不是，我就是没有发。我之前也老发那种比较那个在朋友圈吐槽，那什么骂别人，后来是不是被病毒似的发酵出去了？没有病毒，反正首先发酵出去过。第二，后来就是那个反正有一个前辈，一个姐姐，在大半夜给我发微信说：“快把你的朋友圈删了吧，不要再发这种了。”她说不一定有什么风险，但你也不知道你朋友圈里有谁。你现在怎么定义美？有没有一瞬间让你觉得我现在这样就很好？你这问题好深呐，怎么定义美？挺多的吧，就美好的品德啊，然后一些美的事物啊，然后美好的人生啊，都可以用美来形容。美就是我觉得美就美呗，对吧？没那么多限制，就是我感觉这美不是只是说脸美，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这片树叶长得就我喜欢，我就会觉得它好美，就是。我感觉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挺美的，就是看你挖不挖掘它。我觉得它应该不只是代表的是一个容貌吧。然后我感觉这个美，其实挺主观的，就跟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啊，或者说你喜欢穿什么衣服，对，我觉得自己定义吧。然后有什么瞬间觉得这样就挺好，我感觉就是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就比如说，我刚过年回家，然后就看到，因为我姐姐生了宝宝嘛，然后我外公又90多岁了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能这样子过一个年，挺
挺不容易的。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瞬间就觉得，哎，其实人生就这样的挺好，不需要追求太多，就大家在一起吃顿饭，就觉得挺好。因为美是一个相对形而上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像交大不可能爱上林妹妹一样，所以每个人可能对美的定义不一样。我觉得美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标准和感受。当然它有些通行的东西，比如说规整啊、清洁呀，是吧？这些啊都也比较在意规整和清洁。对，我觉得这些也都是美的，对，就很难。我觉得刚才娜娜说的特别好。我们在生活中呢，会面临很多的选择，然后我们从童年时期到可能现在的人生阶段，每一个时期选择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今天想问一问大家，如果有一个让你无条件选择的一个机会，你会选择什么东西？我这有几个选项啊，都很完美，这几个选项分别是完美的事业、完美的爱情、完美的家庭、完美的容貌、完美的才华、完美的友情、完美的自由、完美的记忆和完美的名声。这些东西，如果让你现在这个阶段选择3样的话，你会选择哪3样？我觉得先完美的家庭吧，就是我回到家会有一种安全感，就是给我一种安稳的一种感觉。第二个，我觉得要有事业，就是事业也很重要嘛。再选一个，还有一个机会，还有一个够了，满足了。容颜吧，因为我比较爱美。哎呀，容颜好。对，因为我看到镜子，然后自己美美的，我就会很开心。必须先要一个完美的事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了完美的事业之后，其他事也就顺了，对吧？就是你不用烦恼工作的话呢，比如生活呀、家庭啊这些事儿，不就是自然而然就已经在那儿了吗？就都挺完美了。然后完美的家庭，我觉得是很必要的。然后自由也很重要。完美的自由，对吧？我首选完美的自由。我要完美的自由，然后我要完美的爱情，然后再要一个完美的记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自由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是永远的向往。然后呢，我是希望就是在心中留存的都是特别开心和快乐的事情，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就努力的把它忘掉。那如果这个你既拥有爱情，又拥有自由，又拥有记忆，但你没有工作，没有工作那也是，对，我觉得工作对我都不是选项。我觉得那个是。小姐说那太好了，正好，就是我想要的。那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觉得工作是一切的之外的不选项。对于我来说，那个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完美的才华都没有什么兴趣哈。那个才华感觉不太可能，感觉永无止境啊，对吧？完美的名声呢？名声就别人看怎么看你呗，也没那么重要，也不那么重要，是吧？这个完美的名声，它叫永远没有负面评价。哇塞，那也想试试，其实，但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因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这个完美的名声，有就有呗，能咋的？是吧？是这个吧？你的选择呢？我的选择是完美的容颜。为什么笑啊？我想想，完美的容颜，完美的才华，完美的友情吧。你们都没选的，我要了。所愿皆所得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。不能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我就要缩小范围了。刚才选的3个，只能留1个，怎么办？现在只能留1个。3选1了。我也选家庭吧，坚强的后盾，对，永远都是完美的家庭，完美的，不然有完美的事业是个破碎的家庭也不行吧？那你就是那什么呢？就是孤身一人，走暗巷那种。为啥孤身？不是有家人吗？不是，我就说如果没有那个家庭，只有完美的事业。对啊，是不是？那我选容颜。我就要完美的容颜，不是，因为我想体验一些没有体验过的东西。其实
此生没有机会了，既然有一个机会体验一下什么是完美的容颜，那涛姐要完美的自由，对，自由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对于我来说，那你怎么去定义你就是这个自由呢？就是你想象中的这个是什么样一种状态？当然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肯定是在一个框架里，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的框架里，我希望能够就是自由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每周4、周5来腾讯视频看《50公里桃花坞》第6季，18点 SVIP 更新 ，VIP 次日18点抢先看1周。每周6、周日18点 SVIP 惊喜加更，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。每周1、周218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，超越目标物名、物的心头号、物名趣事、花样好物和多面爱好等你揭秘。周中更有更多精彩花絮及艺人 Vlog 放送，更多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。刚好天气晴朗，桃花又开放，刚好安静的床，落一束晨光，刚好你的脸上有温柔荡漾，刚好人海茫茫，我们正相望，我们飞。别后的某天再次抬头望，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一起唱，刚好所有的呼唤都有回响，刚好每一个夜晚都有星光，分别后的某天再次抬头望，又想起那时曾肩并肩看过的月亮。你又背起行囊，我也去远方，路漫漫岁月长，别后莫相